2026年被许多预言家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临界点。从2020年以来的全球疫情、战争与巨变，我们仿佛一步步走向一个高潮，那就是2026年，前期有人称其为400年一遇的转折之年。在世界各地，3位风格迥异但同样引人瞩目的先知人物不约而同发出警示：印度神童阿南德、英国灵媒帕克、美国牧师比格斯。他们虽然来自不同文化、信仰和预测方法，有人依据古老星象，有人透过灵视冥想，有人从祈祷异梦中得到启示，却惊人地指向相似的结论。2026年，人类将面临5大巨变的冲击，这5大巨变涵盖自然灾变、战争冲突、经济崩震、瘟疫与科技危机，以及文明意识的转折。世界的格局将天翻地覆，人类仿佛走到命运的分岔路口。问题在于，当灾难接踵而至，我们会被恐惧吞噬，还是因此觉醒，踏上进化之路？让我们一同踏入这场对未来的深入探索。这不仅是对预言的解析，更像是一场横跨现实与未知的冒险。在这趟旅程中，我们将看到地球的震怒、权力的博弈、金钱的沉浮、瘟疫的阴影与科技的逆袭，同时也将发现黑暗中隐隐闪烁的希望之光。请屏息凝神，想象未来图景逐渐展开。2026年的大幕即将拉起，人类将迎来怎样的巨变？夜空骤然变成血红色，伴随着不寻常的闪电和轰鸣，冰雹如巨石般从天坠落，砸向焦虑抬头的人群。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远方传来山崩地裂的巨响。这样末日电影般的场景，可能就是2026年现实中某个夜晚的写照。印度少年占星师阿南德在他的预言中描述了类似的意象，他警告2026年天空可能出现诡异的血红色天象，夹杂巨大冰雹倾泻而下，大气能量极度失衡，引发极端天灾。阿南德强调，这些现象不是无缘无故降临的，它们象征着地母的怒火，大自然正在对人类长期以来的贪婪破坏发出愤怒的吼声。更令人不安的是，大地本身也在积蓄着难以想象的能量。阿南德的星象分析指出，环太平洋火环带的巨龙将在2026年苏醒。我们知道，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地球上最活跃的断层与火山，被誉为沉睡的巨龙。一旦这条巨龙苏醒，意味着环太平洋地区可能进入强震频发期，甚至爆发史无前例的超强地震。想象某个平静夜晚，突然海啸警报大作，远处地平线汹涌升起巨浪，那也许是太平洋板块一次惊天动地的9级大地震所引发。台湾被特别点名为东亚龙脉所在地。阿南德提醒，从现在直到2026年，台湾可能进入地震与水灾等自然能量猛烈释放的阶段，整个东亚的地壳似乎在蠢蠢欲动。事实上，阿南德甚至用了文明大转折之年来形容2026年，认为这一年各种极端天候与地质事件将密集上演，仿佛宣告旧时代的崩坏与新纪元的诞生。为何偏偏是2026年？阿南德给出的理由来自古老的吠陀占星术，那一年将出现一个400年难得一见的特殊星象，土星与罗喉 Rahu 极北焦点合相。在印度古老传统中，土星象征业报与结构，罗喉则掌管着隐晦的灾厄与转变。当这2大凶星相逢，预示着旧有的世界结构走向瓦解，新纪元即将启动。他甚至直言，2026年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序曲。回溯历史，上一次出现类似星象还是在约4个世纪前。17世纪前后，人类经历了冰河期气候、帝国兴亡和连年战火。欧洲有黑暗的30年战争与瘟疫肆虐，东亚明朝覆亡，清朝兴起，天灾人祸交织。如果这并非巧合，那么星象的重演是否也意味历史的回音？大自然可能再次以极端方式介入人类进程。或许正如阿南德所说，这是宇宙在提醒我们，某种业力循环走到了转折点。除了地震之外，气候巨变也在预言清单之中。阿南德提到，太阳在2026年前后的活动将异常猛烈，太阳黑子与耀斑的爆发可能远超平常，引发剧烈的太阳风暴。其后果之一就是地球2极的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与气候紊乱同步发生。
我们可能在一处经历毁灭性的洪水，同一时间另一处又陷入严重干旱，暴风雨和热浪交替侵袭，四季失序，极端的热能量输入大气层，有时甚至会产生肉眼可见的奇景，天空映出不寻常的红色，伴随着巨大冰雹和剧烈雷暴。有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征兆，然而阿南德的解读是自然失衡，正在警示我们，这一连串灾害其实源自人类对环境长期的掠夺，使地球的能量天平到了崩溃的临界点。换言之，这不是超自然的末日审判，而更像是人类自食其果，大自然正在用它的方式惩罚不敬畏天地的文明。在这幅令人战栗的自然灾变图景中，其他先知的预警与阿南德形成了某种呼应。英国有新诺查丹马斯之称的汉密尔顿·帕克同样绘出了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其中之一是日本上空出现致命毒物。帕克早在几年前的灵视中就见到一个国家被浓密的气体云团吞没，近来他更确定地指出，这个地点极可能在日本北部，时间大约发生在2026年8月左右。他警告，这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大气事件，整个区域被有毒气体覆盖，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可能是一座大型火山突然剧烈喷发，释放出的火山气体和火山灰笼罩日本，还是某种工业事故或战争行为引爆化学毒气？帕克提出了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可能性，这场灾难或许并非纯天然，有人可能利用爆炸去放大原本的火山活动或有毒气体扩散，让天灾变成人祸，成为某种隐秘攻击。他没有明说幕后黑手是谁，但暗示这可能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阴谋。如果真如此，那日本将遭逢自二战以来最可怕的打击之一。帕克之所以揭露这个预兆，除了警示世人，也抱持着一丝希望。他强调未来并非铁板一块，不可改变。印度古老的预言经典《纳迪叶书》中指出，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行动，从而改变未来。帕克公开这个独云蔽日的预见，就是希望全球有缘之人能够以正向的意念祈祷，为这片土地送去祝福与光明，也许灾难的冲击就能有所减轻。在预言家的描述中，我们既看到了危机四伏的景象，也感受到了他那份殷切的期待，期待人类的善念可以扭转乾坤。再看布兰登·比格斯，这位来自美国的牧师型预言家，言辞中常带着宗教般的警示风格。他最近再三强调一个讯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即将席卷全球。比格斯并未指明确切地点，仿佛暗示这场超级地震的影响将不局限于一隅，而是波及全球多处板块，引发连锁反应。他警告世人做好准备，因为大地颤抖时没有任何繁华城市是安全的。试想一下，假如环太平洋带同时出现多处7级、8级以上强震，环绕地球的海啸此起彼伏，地轴甚至可能轻微偏移，那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灾难之一。比格斯认为，这样的大灾难其实是上天对世人的一次震醒与考验，他称之为大惩罚或者神罚浩劫，意味着人类到了必须反省自身的时刻。阿南德也点出了几个时间窗口，值得我们警惕。2026年的4月、7月和11月，他特别提醒，这几个月份可能会出现牵动国际局势的重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变。在4月，春雷乍动，也许会有第一波巨变发生。7月盛夏时节，第二波冲击接踵而至。到了深秋11月，可能迎来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动荡高潮。为何是这3个时段？阿南德的占星推算或许看出了某些行星交汇、实相或逆行在这几个月形成凶相。我们不得而知具体细节，但可以想象，在这一年里，我们大概无法长时间松懈。每当季节变换之际，都要绷紧神经，面对可能的巨变。总之，关于自然灾害，3位先知提供的图景令人不寒而栗：大地震、火山爆发、洪水、干旱、极端气候、毒云异象，仿佛整个地球都在2026年集体进入暴走模式。我们的家园蓝星会在这一年变得陌生而危险。是什么导致自然如此疯狂？是纯粹的地质循环、太阳活动高峰使然，还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阿南德将其归因于人类的业力使然，大自然只是执行了因果法则。帕克则相信人的祈愿仍有力量改变一些结果，比格斯则从宗教视角认为这是对人心堕落的天惩。但无论原因如何，大灾难的警钟已经敲响。假如他们的预言成真，人类文明将先遭受大自然的严厉审判。我们能否承受这样的考验？这也许正是进入新纪元前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天灾在前方虎视眈眈，人祸的幽灵也未曾远离。2026年不仅有地球本身的怒吼，还可能充斥着战争的鼓声与枪炮的轰鸣。回首最近的岁月，我们见证了俄乌战争、地缘对抗升温、中东常年动荡，世界的火药库此起彼伏。预言家们指出，2026年的战争风险不减反增，而且可能从熟悉的战场转移到新的焦点。帕克曾预言俄乌战争的走向，他断言这场欧洲战争最终会因一个出人意料的交易而结束。在他的意象中，他看见川普与普京达成某种协议，使基辅收复大部分失土，而莫斯科保住通往克里米亚的一条狭长走廊。这预示着乌克兰战事可能在某个节点画下句点。然而，帕克话锋一转，强调战争的阴影不会就此散去，紧张局势将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尤其是远东。也就是说，当欧洲的枪声逐渐沉寂，亚洲东部的局势可能迅速升温，成为新的全球关注焦点。这与阿南德的预警不谋而合。阿南德在分析2026年的地缘政治时，特别点名东亚地区，认为这里潜伏着重大风险。他提到了中国西北与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周边以及菲律宾。西北与东北暗示中国内部的动荡可能从这些方向出现，朝鲜半岛与菲律宾则指向东亚的安全局势可能出现意外。他甚至警告，若北韩出现关键变化，其影响恐不仅止于区域，甚至可能牵动更广泛的国际局势。所谓北韩的关键变化，无外乎两种，要么内部政权突变，要么对外发动突袭。无论哪一种，都将深刻影响东北亚的力量平衡，进而波及中美俄等大国关系。比格斯对此也有令人玩味的描述。在他近期的一次灵修意象中，比格斯看到了集权国家的末路疯狂。他说，中共政权因内外交困而陷入绝望，可能在暗中策划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这是怎样的惊天阴谋？比格斯暗示，中国当局为了摆脱西方的围堵与制裁，不惜铤而走险，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搞出一次震撼全球的突然袭击，就像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那样。然而，他并不会亲自出面，而是唆使北韩充当马前卒。在比格斯的比喻里，中共如同教父电影中的黑帮老大，而北韩就是那个为老大跑腿的打手。金氏政权可能在背后撑腰下挑起事端，譬如对韩国、日本甚至美军基地发难，以此转移国际视线，孤注一掷。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别忘了，现实中北韩不止一次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动作频频。而2026年，这颗东亚火药桶会不会被点燃？阿南德的预言给出了耐人寻味的线索。他警示4月、7月、11月要高度留意朝鲜半岛周边情势。也许在其中一个时间窗，北韩真的出现关键变化，可能是领导层的更替，例如金正恩政权突然垮台，内乱爆发，或者相反，是其对外挑衅达到巅峰，例如大规模军事挑衅。无论哪种，都将让全球神经紧绷。如果是内乱，核武掌控与难民问题将成为各国焦点；如果是对外战争，引火烧身的结果更是难以想象。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和比格斯都提到了中国内部可能发生的剧烈动荡。帕克透过他的政治敏感度和灵视，预见了中国出现明显的内部分裂。他细致描述了几个征兆：大量企业无法支付工资，地方债务和理财产品纷纷爆雷。他提到冻结的债券和发不出薪水的状况，还有一起重大基础设施灾难，可能是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不排除三峡大坝相关的事故，在震动国本。此外，帕克预言一名高层官员神秘消失或离奇死亡，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将明显恶化。这几点结合起来，让人联想到什么？很可能是一场中国的政治风暴，经济下滑引发民怨四起，
高层内斗白热化，乃至有人被清洗或政变，最高领导人身体抱恙，削弱了集权威望，一系列灾难又把问题放大。如此多重压力下，中共政权将进入极为危险的状态，被逼到绝境。这个词比格斯和帕克都用到了。面对绝境，一个选择是内部改革平息民愤，另一个选择则是对外挑衅转移矛盾。帕克担忧后者，当内部经济问题引发政治不稳时，北京可能铤而走险，对外采取强硬军事行动。他特别提到，中国最近撤换了一批军中高层将领，新上任者可能更倾向冒进。他隐隐指向的正是台海局势，也许北京会在某个时机对台湾采取冒险举动，以民族主义冲动来巩固内部支持。事实上，帕克早在2015年就透过纳迪预言，印度神秘的预言书，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将联手对抗美国的场景。当年这听来匪夷所思，因为彼时中俄还未完全走近，但时至今日，中俄的战略结盟趋势越发明显。如果俄乌战争结束，而美国仍然被认为是主要对手，那么不排除2026年前后，中俄可能在亚太形成某种默契，共同扩张势力，甚至直接在西太平洋与美国角力。帕克揣测，也许他预见的第3次世界大战边缘指的就是这种多方卷入的亚太冲突。比格斯也曾直言，我们正站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稍有不慎就会滑向全球战争的深渊。然而，比格斯对未来战局的描绘并非全然绝望，在他的意象后半段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他看见中共惨烈一搏的阴谋最终失败，甚至引火烧身，北韩这颗棋子则被彻底清除。他说，金正恩和他的妹妹将被除去。在灵界画面中，数以百万计的天使军队降临，保护并解放朝鲜人民。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描述显示比格斯相信超自然的正义力量会介入人间，使压迫者倒台，使受奴役的民族重获自由。而更加发人深省的是，他提到在中国的深处，许多人将听到福音，一场唤醒的大震动即将到来。这似乎暗示中国内部也将迎来一次精神与社会的剧烈变革，或许是信仰的复兴，或许是民众的觉醒，来推翻集权的枷锁。简而言之，在战争与政局方面，预言家们勾勒的2026是危机四伏又蕴藏变局的一年。东亚可能成为新的风暴中心，朝鲜半岛可能巨变，台海与南海有战端潜伏，中国内忧外患交织，或爆发权力地震，甚至可能波及全球和平。而中东也不容忽视，帕克在预言中提到，伊朗将在2026年经历重大变故。他预计2026年3月前后，以色列或相关联盟将对伊朗残余的核设施发动精确打击，一场快速且集中的军事行动可能展开。这可能是在伊朗发生政权转换的前后，为防止新政权握有核武威胁，外部力量先发制人，摧毁核能力。帕克形容这将是突然而短暂的打击，随即撤离，把命运留给伊朗人民自己改写。他对伊朗的未来保持审慎乐观，认为经过这最后的阵痛后，一个自由富足的新伊朗有望诞生。如此看来，全球格局正在重组，一些旧的冲突结束，如俄乌；新的冲突点燃，如东亚、中东的新摩擦；旧的强权体系动摇，如中共政权；新的国际秩序萌芽。帕克甚至预言，到2030年前后，现有的国际安全架构，如北约，可能演化出一个全新的全球执法组织，用以在美中角力的世界中维持平衡。他表示，各国都不愿独自承担世界警察角色，联合国又软弱无力，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合作机制来管理冲突。或许未来几年，大国博弈和区域战争的剧痛，正是催生新秩序的阵痛。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我们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世界？预言在此给出了2种前景，一种是更黑暗的深渊，假如人类被仇恨和贪欲牵引，第3次世界大战的魔鬼一旦放出来，将带来文明毁灭性的浩劫。另一种则是重生与新生旧的集权瓦解，压迫结束，新的国际合作模式逐渐形成，更多的民族迎来自由和苏醒。这之间的差别
或许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那些临界时刻。当危机爆发时，人们的选择与作为会决定历史朝哪个方向拐弯。在天灾与人祸之外，2026年还有一头潜伏的巨兽，那就是经济。对现代人而言，金融体系的崩溃无异于另一种灾难，银行挤兑、股市暴跌、货币贬值、失业潮、物资短缺，这些场景可能不像战争那样轰轰烈烈，却足以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预言家们一致认为，我们正走向一场巨大的经济震荡，而2026年将是关键节点。帕克明确指出了一个时间点，2026年春季，全球将迎来人工智慧泡沫的破裂。近年来 ，AI 人工智慧技术高速发展，引发资本市场狂热追捧，相关公司股价飞涨，新创企业估值动辄数十亿。然而帕克警告，这种不切实际的繁荣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他预见春天某个时刻，市场情绪突变，一场出乎意料的股市修正将猛烈上演。AI 和高科技企业的股票将遭遇断崖式下跌，投资者一夜清醒，发现皇帝的新衣不复存在。帕克甚至预测，主要的加密货币价格将崩跌高达 70%， 这对沉迷于加密资产的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一向波动剧烈的虚拟货币市场，若真暴跌70%，将震撼整个金融世界，让许多投机者倾家荡产。这次暴跌虽然未必持续太久，帕克认为之后价格可能反弹部分，但它会揭露全球市场深层的结构性脆弱。当投资泡沫破灭，许多隐藏的问题，例如企业债务黑洞、银行资产不良、高杠杆资金链，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进一步引发信用紧缩和经济寒冬。帕克的预言并不仅止于股市与加密货币，他特别点到了英国。作为一个案例，他预测英国将爆发金融崩盘，造成政治秩序崩解。具体而言，他认为英镑和伦敦金融市场可能遭遇重挫，引发国内动荡。届时刚上台执政不久的新首相基尔施塔默因经济危机和党内纷争下台，英国被迫提前举行大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帕克预见在那次大选中，一个非传统政党改革英国党将以微弱优势胜出，英国政治版图出现巨变，甚至有著名脱欧派人物奈杰尔·法拉吉重新出山阻隔的情节。这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但若真有严重经济崩盘，一切皆有可能。帕克的此番预测意在强调一点，经济冲击将动摇国家根基，带来政坛洗牌和社会动乱。再看阿南德对经济的看法，他同样预见2026年全球财经领域波涛汹涌，他形容将有金融巨震发生，市场剧烈波动，许多现有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阿南德特别提到一个惊人的细节，金价可能暴涨4倍。想一想，黄金一向被视为动乱时代的避风港，若真涨到4倍高，说明人们对货币和未来极度缺乏信心，只敢囤积黄金、白银这类硬资产。这与帕克的预测不谋而合。帕克也说，在那场春季金融风暴中，资金会疯狂涌入黄金避险，使金价一度飙升。当然，他补充说，随后金价还会回落，但起伏之大可见一斑。阿南德还指出，2026年全球将面临物资短缺与粮食危机，战争与气候灾害让农业产出大受打击，多地欠收甚至颗粒无收，供应链中断，再加上地缘政治博弈，如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粮荒。对比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丰裕超市，想象一下，食品价格飞涨，米面粮油供不应求，人们为了一袋面粉大排长龙，甚至发生骚乱。这并非耸人听闻，如果天灾人祸同时发生，粮食和能源必然成为战略稀缺资源。阿南德提醒各国要提早做好准备，强化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供应的韧性，不然可能措手不及。比格斯则从宗教视角解读经济危机，他过去曾多次预言美国乃至全球将出现经济大崩溃，股市会像上世纪大萧条那样狂泻，银行关门，储户取不出钱，大公司破产，民众失业。在他的描述中，那些平日锦衣玉食的富人也会沦落到街头排队领救济餐的地步。然而，比格斯最近又说，他感受到上帝的一些警告被延后了。
他在祷告中听见上帝说，因为现今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回归传统信仰，神决定给人类一个宽限期。这宽限期有多长？比格斯猜测，可能正好是川普重返白宫的4年任期，从2025到2029年。换言之，如果那场经济浩劫被推迟，或许是神想让世人利用这段时间自救与悔改。如果人们再次沉迷贪婪和狂妄，那灾难只是被暂缓，终究会降临。他的这番话颇有警示意味，提醒人们别因一时财务假象而麻痹大意，要利用喘息之机修心蓄粮，免得宽限一过，灾难加倍。比格斯还提到一个财富大转移的概念，他相信经济危机最终会导致一场天意安排的财富洗牌，邪恶之人囤积的财富将土崩瓦解，而那些正直善良敬畏上天的人反而会在废墟中得到资源，崛起成为新的富翁。听起来近乎神话，但他的信徒深信不疑，甚至有人援引圣经中的箴言，罪人的财富为义人积存，来印证比格斯的预言。从世俗角度看，这场转移也可以理解为旧的经济体系崩溃后，新技术、新模式、新价值观将主导新的经济秩序。过去那些依赖黑箱特权、垄断剥削致富的人将失势，而真正有创造力和道德感的人会掌握未来机遇。两种解读虽然角度不同，结论却相近。有趣的是，黄金和白银也在比格斯的预言里占有一席之地。他曾透露自己在幻象中看见黄金涨到每盎司$10,000以上，白银超过$175，这几乎是如今价格的数倍乃至10倍。当时许多人惊呼不可能，然而随着经济动荡的迹象渐露端倪，这种极端走势也不是全无可能。高涨的金银价既意味着货币信誉的崩解，也意味着某种新的贵金属本位可能重新浮现。历史往往是轮回的，当纸钞信用毁于通胀和债务海啸，人们往往回到黄金这个最古老的价值锚。帕克同样提及了网络与数位领域的金融风险。在谈到2026年时，他特别警告重大网络攻击事件的可能性。他说，2026年可能发生一次大型的网络瘫痪事件，造成金融市场混乱，波及加密货币、工业系统，甚至 AI 产业。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市场泡沫内爆，还可能有人从外部对全球的数位基础设施下手，例如骇客攻击关闭主要交易所，摧毁银行的资料库，或攻击电网，导致交易系统无法运转。这种网络战会让现代金融极度脆弱的一面暴露无遗。一旦交易系统停摆，数据账本被清空，我们的金钱与财产记录会怎样？帕克建议大家务必备份重要资料，不要过度依赖云端。他提醒说，务必做好防护，不要把鸡蛋都放云端篮子里。他的语气透出对高科技的不信任，仿佛在说，再强大的 AI 系统也可能一夜崩塌，人类应该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不难发现，预言中经济灾难与前述自然和战争灾难常常交织在一起。一场大地震可能摧毁金融中心城市，一场战争会冻结全球贸易航路，引发供应链断裂。一旦这些因素同时在2026年爆发，我们现有的经济体系很难独善其身。银行停贷、市场熔断、货币重置这些词汇或许会变成日常新闻。如果真到那一步，我们将亲眼看到一次前所未有的财富洗牌。正如有人所说，大破才能大立，或许经历这场风暴后，人类会反思现今挥霍无度、虚拟游戏般的金钱文化，回归更实在稳健的经济模式。但前提是，我们得先度过这场狂风骤雨，在断垣残壁上爬起来。当我们还在回味新冠疫情带给世界的颠覆时，预言家们已经在警示下一场更可怕的瘟疫。是的，你没听错，他们认为更致命的病毒正潜伏在未来的阴影里。布兰登·比格斯曾语出惊人的表示，我看到一场比 COVID 更可怕的全球瘟疫将席卷世界。他描述那病毒的致死率极高，让医疗体系彻底不堪重负。在他的意象里，他看见大型超市的停车场改造成临时野战医院，一顶顶白色帐篷里躺满了病危的患者。这场瘟疫将造成全球3亿5千万人死亡，一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20世纪史上最惨烈的瘟疫，如1918年流感的数倍。比格斯说，这个意象让他自己都大惊失色。
甚至在梦中喊着我还没有做好准备，醒来，这个可怕的新病毒会从哪里冒出？比格斯的线索是源头在欧洲，他说他看到病毒最早出现在英国和法国，然后迅速蔓延全球。这点相当耐人寻味，因为多数人原以为下一次大瘟疫也许会起源于某个热带地区或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但预言却指向了欧洲老牌强国。更巧合的是，许多人喜欢引用的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其诗集中有对2025年前后的解读，欧洲将成为战乱和混乱的中心，而一种古老的瘟疫会再度爆发，比战争更可怕。难道比格斯的幻象正与那传说中的预言不谋而合？所谓古老的瘟疫，也许指的是某种沉寂多时的病原，甚至可能是实验室里的产物，卷土重来。比格斯对此提出了人们该如何应对的建议，充满宗教色彩。他说，如果人们净化自己的内心，本质上改变自己，以虔诚谦卑之心敬畏神，就能得到神的庇护。他甚至看到灵界的一幕，那些得到神保护的人，灵体周围有约3尺厚的光芒围绕，病毒一碰到这光就被消灭。因此，即便瘟疫最猖獗之时，依然有人因信仰而幸存。这番话或许很难在科学上让人信服，但作为预言，它点出了心灵与道德在灾难中扮演的角色。在看不见的细菌病毒面前，人类的骄傲是多么渺小。我们除了科技手段，也许还需要谦卑与敬畏来自我保护。不管信与不信，比格斯的瘟疫警告已足够耸动。当然，也有人会问，刚经历完新冠，全球已投入大量资源在传染病监测和疫苗研发，下一次还会如此猝不及防吗？或许正因为我们自信，上了一课，命运才会给我们来一个更出其不意的挑战。这次病毒可能传播更隐匿，致死更迅猛，无药可治。比格斯提到他在灵视中甚至看到川普总统，他预言川普将再次当选，不得不签署行政命令应对新疫情，先是关闭边境，停止国际航班，再甚至连美国各州之间的航班都停飞。想想那是多么严峻的情况。美国国内航线自911以来从未大规模停过，如今却因疫情而全境封锁。而他说，这至少说明这场瘟疫是在川普新任期内爆发的，也就是2025年以后。如果发生在2026年，那正呼应了我们的主题年份。谈到瘟疫，自然也联想到另一个无形威胁，人工智慧的失控。有些人认为 AI 是人类进步的助手，但也有人担心 AI 可能变成一只反噬主人的猛兽。阿南德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人工智慧陷入灵性空洞，若人类过度依赖，智能体或将反制人类，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这说法颇具玄妙色彩。何为灵性空洞？也许指 AI 没有道德和情感的指引，只按数据执行。如果赋予太大权力，它做出的决策可能冷酷无情，无视人性。同时，如果我们过度依赖 AI， 久而久之，人类的自主思考和判断力削弱。一旦 AI 系统出错或被恶意操控，人类就会陷入巨大的被动与混乱。帕克也从另一个角度谈到科技与风险。前面我们提到，他预言 AI 股泡沫破裂和网络攻击事件，这本身就是科技发展失衡的后果。而他还提到一个细节，令人深思，确保备份，不要全依赖云端。这仿佛是在暗示某种大规模断网或云服务崩溃的可能。试想，如果未来的某一天，整个互联网突然宕机，不管是由于极端太阳风暴摧毁卫星和电网，还是全球性的黑客网攻，将发生什么？现代社会将瞬间陷入瘫痪，银行无法交易，电话无法拨通，物流停滞，甚至连电力和水供应系统也可能纷纷故障。那将是一场无形的灾难，比传统战争造成的破坏更广泛，却更难以捉摸。帕克没有明言2026就一定有这种全球断网，但他提醒我们别忘了防备。毕竟，当今世界的一切几乎都系于信息技术这根线，一旦这根线断了，人类会发现自己竟如此脆弱无助。除了宏观层面的 AI 风险，每个人身边的科技变革也在悄然积聚冲击力。例如，生物技术与基因编辑可能带来道德两难与新型危机，再如监控技术的泛滥可能引发数位集权噩梦。比格斯曾警告过，
兽的印记之类的预言意象，似乎暗指某种未来的数位身份管控或强制植入装置，让人想到可能是高科技被独裁者利用来奴役人民。虽然这听起来像阴谋论，但看看现实，一些政权已经利用人脸识别、社会信用等技术来精细控制国民行为。如果2026年前后全球局势混乱，有的国家可能借机在国内实行严厉的数位戒严，把公民完全纳入电子围篱，这同样是人类需要警惕的科技陷阱。综合起来，我们面临两大无形之敌，一是疾病，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夺走生命，摧毁社会秩序；二是失控的科技，它本是人类创造，却可能反过来束缚甚至毁灭人类。2026年在预言中成了这两大危机的潜伏爆发期。一方面，也许有新的病毒在暗处酝酿，等待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攻其不备；另一方面，整个人类早已把命运系在网络与 AI 上，但科技越复杂，故障和攻击点也越多，一场出乎意料的事故就可能让我们回到前数位时代。有人或许觉得过于悲观，真会同时这么倒霉吗？可回顾2020年，谁又料到疫情会让全世界停摆，黑天鹅事件有时会成群出现，让人措手不及。预言家的价值正是在于提前拉响警报，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洞见，就该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强化医疗体系的应变能力，提高疫苗和药物研发速度，同时也给自己的灵魂打一剂预防针，学会敬畏生命，保持理智冷静，不要在恐慌中做出最糟的举动。历史上瘟疫时期的社会崩溃往往是恐惧造成的。对于科技，我们需要备用方案，万一哪天云服务没了，是否还有本地备份？万一 AI 决策出错，是否有人类监督机制可以踩刹车？万一网络舆论被操控，是否有独立思考的人站出来发声？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课题。如果2026年真的充满如此多的看不见敌人，我们唯有以看不见的智慧与信念去对抗。读到这里，也许你感到压力沉重，天灾人祸，经济崩溃，瘟疫肆虐，科技失控。2026年在预言中简直像世界末日年。然而，预言的迷人之处在于，往往在最黑暗的画面中埋下光明的种子。纵观阿南德、帕克和比格斯三人的讯息，他们都没有止步于灾难灭世的恐吓，而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人类可能的转机。仿佛穿越漫漫长夜后，前方地平线隐约透出一丝晨光，我们现在就来寻找那道光。首先是阿南德，作为一名19岁的年轻灵性预言家，阿南德虽然预测了种种巨变，却并非唱衰世界的末日论者。相反，他强调2026年同样可能是人类迎来重大正向突破的一年。他在预言中提及，危机之外也有契机，医疗、科技、数学与科学研究领域有望在这一年出现突破性进展，这点相当耐人寻味。他相信，乱世之中反而孕育着创新的种子。或许正是在瘟疫压力下，人类研发出划时代的新药或基因技术，也或许因能源短缺，我们加速了可核聚变、太阳能等新能源的革命，甚至数学理论上可能出现新的发现，带动科技飞跃。历史上也不乏类似规律，黑死病之后迎来了文艺复兴，二战逼出了原子能和计算机时代。阿南德的看法是，动荡与巨变交织的年份，往往也是新发明和新思想喷涌而出的年份。因此，他呼吁大家在保持警惕的同时，也要对人类的智慧与韧性抱有信心。更深一层，阿南德从因果和灵性角度出发，提出人类应对大劫的心态。他强调心理韧性的重要性，在动荡中，恐惧是最大的敌人。恐怖袭击和冲突往往利用人心的恐惧来扰乱判断。如果我们任由恐惧蔓延，便会自乱阵脚，互相猜忌，灾难的破坏力也会加倍。但若我们能保持冷静理性，就能在混乱中做出清明的决策，减少无谓损伤。换言之，灾难考验的不仅是物质条件，更是人类的集体心理素质。阿南德呼吁人们培养内心的平静与坚定，如同黑暗中一盏不灭的明灯。这盏新灯可以照亮周遭，也能吸引更多人走出恐惧的深渊。阿南德坚信，劫难同时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他引用印度传统的概念，认为人类进入了
末法时代的尾声，也就是精神缺失、道德沦丧的黑暗时期即将结束。在最黑暗的时刻，往往孕育着光明的新生。他把未来的希望比喻为恒河之灯照耀新纪元，就像印度教典礼中，人们将盏盏灯笼漂浮在恒河上，黑夜中的无数灯火象征着心灵的重燃。也许经过2026年的洗礼，人类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反省内心的迷失，回归质朴与善良。当我们愿意回归自然，修复内心，黎明的光才能驱散末日的阴霾。阿南德相信，在巨变之后，人类有机会跨入一个更成熟、更有智慧的新文明阶段，他称之为黄金新世纪的开端。接着看帕克，这位英国灵媒在预言了诸多动乱后，也提到了精神层面的转折。特别是在谈到英国的未来时，帕克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提到，在英国因经济崩溃出现大规模反移民骚乱、宗教冲突加剧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一场基督信仰的复兴正在酝酿。他形容，面对激进势力的挑战，许多英国人开始重新关注传统基督教信仰，这股风潮将成为社会的一次精神重启的一部分。他甚至预见会出现一位在欧洲大声疾呼的领袖，公开主张限制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凝聚人心的焦点。帕克说，尽管经历种种颠覆，人们对传统信仰的兴趣将增加，成为更广泛的灵性重启的一部分。这等于是说，混乱最严重的地方反而可能孕育出精神上的反弹力，人们重新寻求信仰的慰藉，重新建立道德与共同体价值。这和阿南德的观点异曲同工，黑暗逼得人们寻找光明。帕克还强调了一个观念，未来世界会更稳定，但在那之前，我们正经历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在更好的时代到来之前，他鼓励听众保持乐观，将注意力专注于正面的思想。他相信，经历过动荡之后，国际间会生出新的合作和秩序，许多坏的旧体制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公正的结构。例如，他预言的新的国际执法组织、新的自由伊朗、新的和平模式等，都暗示风雨过后会有彩虹。我们可以把帕克的态度概括为一句话：寒冬已至，但春天亦不远矣。关键在于我们要撑过寒冬，并从中学习，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最后看看比格斯，在三人中，比格斯的预言风格最带宗教使命感，他几乎每条预言都贯穿着一个主旨，呼唤人心向善，坚定信仰，不要被黑暗吞噬。他的灾难预言听来吓人，但他的解决之道却异常简单质朴，重建与神的连结。他常说，人类其实面临着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一条道路是继续道德沦陷，沉迷物欲和傲慢，那等待我们的就是圣经启示录般的末日结局。但另一条道路是痛改前非，心存谦卑和爱，那么即便历经灾难，也有新生的希望。他曾经分享过一个非常震撼的意象，在那意象里，他看见世界末日景象中，有一群前进的人突然被一道天光接走升空，让人联想到被提的画面。留下的人在绝望中哀嚎，那些自称信仰却伪善的人受到众人唾弃攻击。而之后出现了一个虚假的救世主，趁乱集权。这意象寓意深远。比格斯解释说，那是末世试炼，但真正令他动容的是接下来的画面。他看到神的眼里含着泪水，问他，你看到中国了吗？随后比格斯看见从中国开始亮起了一个个金色的光点，每一个光点代表一个伟大的灵魂。这些光点越来越多，汇聚成一条金色的河流，从东方蔓延向全世界。世界各地亮起金色的光点汇入其中，最后整个地球被金光包裹。这个画面让人不禁屏息，它象征什么呢？比格斯相信，那是一场全球性的精神复兴，将自东方而起。也许正是中国这样一个曾被无神论统治、传统断裂的土地，在巨难之后反而爆发出惊人的觉醒力量。许多人重新拥抱真理与信仰之光，并将这光芒传遍世界。这条金色河流无疑就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象征。这画面不仅震撼，也耐人寻味。它与阿南德、婆罗门能量回流、印度成文明避风港的说法，以及帕克所见的英国精神复兴，构成了东西呼应的场景。在经历大劫后，
东方和西方都将掀起各自的文化和精神复兴，中国或成为传统文化与信仰回归的中心之一，印度也被帕克称为文明避风港，西方则重新找回基督信仰的力量。这些拼图碎片似乎指向一个整体，一场全球范围的人心觉醒运动。人们开始省思物质主义和无神论的空虚，重新寻求精神寄托和道德原则。各大古老智慧，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将重新焕发光彩，引领新的世代。当然，这一切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苦难催化的结果。正如炼钢须经高温，黑暗时代的磨砺才能让文明蜕变升华。我们不难发现一条引线，预言家们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考验选择结果这三部曲。巨大灾难是对全人类的考验，每个群体每个个人都面临选择，是向内心的恐惧自私屈服，还是坚守善良理智与信仰。如果我们选错了，恐惧将引发更大的混乱和毁灭，但如果选对了，我们将在废墟上重建更好的世界。正因如此，本文开头才会问，是恐惧还是进化？这正是人类站在临界点时的终极疑问。所谓进化，此处不仅指科技或生物上的进化，更指精神与文明层次的升华。经历2026年的连番巨变后，人类很可能会被迫进化出更高的合作能力、更深的智慧洞察以及更强的道德勇气。我们或许会对生命有新的敬畏，对地球有新的尊重，对彼此有新的理解。在自然灾害前学会谦卑，在战争威胁下懂得和解，在经济崩塌中重拾公平与节制，在瘟疫流行时体认生命共同体的连结，在科技陷阱里反思人性的价值。若能如此，则灾难带来的不是终结，而是新生。届时我们回望2026年，会发现那一年尽管伤痕累累，却是人类涅槃重生的转捩点。然而进化并非自动发生，我们必须主动抉择并付诸行动。比克斯说，握住神伸过来的手，一即保持善念与信仰。阿南德说，保持心理韧性与冷静，一即不让恐惧操纵我们。帕克说，发出正向祈愿与思想，一即集体的意念可以改变命运。这些建议看似虚无缥缈，却道出了关键，人类自身就是改变未来的变数。预言指明了危机，也隐约给出了出路，但能否化解灾厄，要看我们怎么做。预言从来不是绝对的宿命，而更像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看清当下的偏差，然后有机会修正路径。当最后一片乌云散去，我们期待怎样的黎明？或许那将是一个伤痕累累却万物更新的世界。大自然经过进化开始疗愈，人类汲取教训与环境和解，国与国抛弃冷战零和思维，探索新型合作共处之道。经济模型更重实体与公平，少了虚浮泡沫和贫富悬殊。医学科技在抗疫中突飞猛进，同时伦理意识也同步提升。而最重要的，人们内心不再狂妄迷茫，普遍懂得敬畏生命，珍惜真情，对信仰和道德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将是人类历经劫波后的一次升华。我们将明白自己究竟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当然，这只是我们期许的光明结局。预言本身并不能保证我们会到达彼岸。2026年究竟会如何，将取决于我们每一个在场之人的选择。就像剧本已写好大纲，但细节和结局还有待演员们即兴发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全球大戏的演员，同时也是观众。剧情可能惊心动魄，但我们不能只是惊恐尖叫，我们必须投入演出，用勇气、智慧和爱去即兴创造转机。回到当下，或许有人会问，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些听来玄乎的预言吗？理性告诉我们，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预言也许只是一种警示预言，而非精确预报。是的，我们无需盲信预言，但也不应对周遭趋势与预警充耳不闻。与其问信不信预言，不如问，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了多少，我们做好准备了吗？真有大地震，我们的城市建设和避难计划如何？真有战争风险，我们有没有化解冲突的智慧与外交努力？真有经济危机，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保障是否稳固？真有新疫情，我们能否齐心协力科学防治而不恐慌内耗？真有 AI 失控，我们的法律与伦理是否跟上了技术脚步？
这些问题都值得在风暴来临前深思。人类已经来到临界点，是恐惧还是进化？或许有些未卜先知者早已看到了远方的景象，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未来始终笼罩在迷雾中。然而，我们并非全然无助的船只，恐惧会让我们在迷雾中失去方向，自乱阵脚，而进化则要求我们即便看不清前路，仍保持希望与理智，用集体的智慧去披荆斩棘。在临界点上，人类其实握有方向盘。如果我们选择恐惧，那预言中的黑暗或将一一成真，世界可能沉沦进长夜；但如果我们选择进化，那预言中的苦难将成为蜕变的养分，推动我们迎来黎明。最后，不妨暂闭双眼，想象2026年底某一天的清晨，经历了1年的风雨后，你推开窗，看见初升的太阳，城市经过灾后重建正恢复生机，人们脸上有着劫后余生的沧桑，却也洋溢着新生的感恩。街头的教堂传来钟声，远处庙宇袅袅青烟，人们自由地祈祷着，邻里互相问候扶持，没有歧视仇恨，更多了理解与包容。孩子们踏着晨光上学，他们学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前人用血泪换来的教训与智慧。天空格外湛蓝，河水清澈见底，大自然对人类重新露出了笑颜。你深呼吸，感觉到空气中既有一丝寒意，又充满希望的清新。是的，我们伤痕犹在，但我们挺了过来，我们选择了进化，而非毁灭。也许，这就是我们愿景中的2026年结局，一个新的轮回开始。正如3位先知所暗示的那样，旧世界终将落幕，新世界正在破晓，而我们这一代人有幸也有责，亲身经历并塑造这场人类历史的大考验。正如帕克所言，我们正在见证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更好的时代即将到来。让我们怀着警醒但不失希望的心走向2026。无论预言是否精确应验，我们都将在现实中作答，向未来交卷。未来属于选择进化而非恐惧的人类，属于在黑暗中依然怀抱光明的人类。英国灵媒帕克最近预言中共政权即将解体，而台湾将继续维持独立地位。更令人瞠目的是，帕克提出了7大预言，不仅涉及中国的未来走向，还点明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帕克的这7项惊人预言，带大家看看其中的细节和背景。帕克是谁呢？他可不是泛泛之辈。这位英国预言家过去曾准确预测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和美国川普当选总统等大事，在国际预言界小有名气。他自称具有通灵能力，能从所谓指导灵那里获取未来资讯。尽管他的某些预测也曾备受争议，但随着近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他的言论再度引起关注。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最新预言，更让不少人眼前一亮，甚至有人称这是好消息，因为它预示着集权统治黑暗将结束的曙光。帕克最新发表的7大预言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即将解体。他形容中共政权的崩溃将会是冰川式瓦解。什么是冰川式瓦解呢？大家可以想象，高耸巨大的冰川在阳光下裂开的景象，一开始也许缓慢无声，内部却布满裂缝，最终会轰然倒塌。帕克暗示，中共的倒台不会像闪电般瞬间发生，而是经历一段逐渐加速、不可逆转的崩解过程。他预测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并且会在未来1-2年内进入临界点。最近这几年，中国内部种种迹象似乎也印证了他的看法：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务危机、年轻人大规模失业、人口负增长等等，就像一道道裂缝正在龟裂扩大。帕克认为，2025年底到2026年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压力可能迎来临界爆发，届时地方政府财务破产、大规模银行挤兑、民生困苦引发的抗议浪潮都可能此起彼伏。他强调，这将引发中共统治根基的松动。冰川式意味着看似稳固的集权大厦其实已千疮百孔，只待最后时刻土崩瓦解。回顾历史，苏联的垮台也经历过经济困局和改革僵局的多年累积。中共如今遇到的内忧外患何其相似，一旦崩溃启动，就没有回头路。中共政权行将就木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什么时候会彻底瓦解呢？帕克没有给一个精确的日期，
但透露了一个关键时间范围。他感应到这几年正是关键窗口期。有趣的是，帕克曾在5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提到，2026年是人类神性觉醒的最后窗口期。这样的说法仿佛暗示着2026年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是命运转折之年。种种线索让人不禁联想，或许在未来2-3年内，中共政权将进入终局倒计时。帕克甚至用了倒计时这个词，强调变局不可避免。我们眼下所见的一切经济风暴、天灾疫病，可能都是风暴来临前的前奏。帕克的第2项重大预言直接点明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在预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习近平自身恐怕难逃厄运。帕克声称，他从灵视中感受到习近平的健康正亮起红灯，一种严重的疾病缠上了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传言说习患有重病，帕克的说法与此不谋而合。他暗示习近平可能罹患某种颇为不妙的慢性绝症，甚至具体提及前列腺方面的问题。这讯息一出，令人震惊。如果习近平真有这样的隐疾，对中共政权无疑是一颗震撼弹。因为习近平过去10年来集权空前，整个中共体制早已绑在他一人身上。一旦这根支柱倒下，中共大厦的倒塌将更快更猛。帕克预言习近平撑不到2年，换句话说，2026年前后，习近平可能就会因病或者其他内外部压力而下台，失去对中国的掌控。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极大加速中共的灭亡进程。想想看，一个政权的掌舵人突然退出历史舞台，权力真空将引发何等动荡。帕克进一步预见，中共内部的权斗会因此白热化，各派势力争相角逐。在这过程中，共产党自身会被撕裂瓦解，甚至不排除出现政变或军中变故的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政坛频频传出异动传闻，就连火箭军高层也经历大清洗，这些都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习近平权威削弱的迹象。帕克的预言无疑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更惊心动魄的注脚。习近平作为中共最后一任掌权者的命运，可能已经走到转折点。除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最高层的健康疑云，帕克还预见了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全面的动荡。他的第3项预言指出，香港很快将再次爆发大规模抗争。香港在2019年经历反送中运动后被当局强力镇压，看似噤若寒蝉。然而帕克看到，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暗处蓄势待发。最近，香港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的世纪大火，新界大埔鸿福苑住宅区发生特大火灾，几栋高楼熊熊燃烧，酿成100余人罹难的悲剧。这场5级大火造成香港数十年来最惨重的伤亡，引发了市民对政府监管失职的强烈愤怒。巧的是，帕克早在2年前就曾看见香港有高楼起火的画面，并指出这背后涉及政治因素。如今预言竟然应验，更增添了他预测的可信度。帕克认为，香港的这场劫难和民怨可能成为引爆未来抗争的导火索。他预警说，今年年底前，香港局势就会有大变化，甚至用了个隐喻：我看到圣诞灯饰在坠落，听上去诡谲难解。但帕克解释，这象征节庆欢乐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怒火。或许是香港街头圣诞灯饰被抗议者拉倒，又或许暗指节日期间社会发生骚乱。总之，香港的怒吼将再度响起。更大胆的是，帕克断言香港将成为最早脱离中共统治的地区。他仿佛看见未来某个时刻，香港人重新站上街头争取自由，并最终摆脱北京的枷锁。当然，中共不会坐以待毙，帕克预见当局会祭出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香港的起义，但这种血腥打压只会招致更强烈的国际谴责和中国内部反弹，等于在全球聚光灯下自我揭露其残暴本性。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到了靠高压维系统治的地步，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帕克的香港预言正与此相呼应，香港将在黑暗中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中共统治走向终结的前路。帕克的第4项预言，对所有关注台海局势的人而言，绝对是重大利好消息。
他明确预言台湾未来依然会是独立的，中共武力犯台的图谋将以失败告终。这番话无疑让近年来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台湾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知道，北京当局长期以来扬言不惜动用武力来实现对台湾的所谓统一，尤其习近平上台后更是不断强调两岸统一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上对中共可能攻台的担忧达到高峰。然而帕克在今年1月中旬的一次直播中，凭借他的灵视能力绘出一幅台海未来图景。中共虽然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注定无法征服台湾。他表示自己看到台湾周边有争议的小岛上刀光剑影，似乎发生了军事冲突。帕克推测很可能是解放军试图夺取台湾外围某个离岛，或在台海爆发小规模交火。他同时提到一系列意外事件也许会成为战端导火索，例如军机对峙时发生擦撞，或者潜艇在海下相撞等等。他早前就警告过，解放军和美台军机军舰频繁的近距离对峙，迟早酿祸。如今他更坚信一次意外将引爆冲突。然而，帕克强调这场冲突的结果对台湾有利，新的台湾领导人会坚定守护主权，绝不退让，而民主盟友将纷纷伸出援手。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台湾将迎来新任总统，正如新闻所报道，赖清德在总统大选中胜出，预计于明年520就职。北京对赖清德素有成见，视他为台独顽固分子，这是否会促使中共铤而走险？帕克看来，赖清德上任后，北京的挑衅可能更甚，但台湾方面也早有准备。帕克在预言中描述，新的台湾领导人非常强硬，不仅寸土不让，还会加速与国际伙伴的军事合作。他特别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帕克说，他看到日本将在技术上大力支援台湾，尤其是在防空反导方面，把某些先进防御技术与台湾共享。这种合作可能不会明着说是军事同盟，但实质上台湾的防御能力将得到飞跃提升。他还预见澳大利亚也不会袖手旁观澳洲的军舰，届时将现身台海周边海域提供支援。这番预言相当具体生动，仿佛未来的某一天，美日澳台联手的画面已经浮现在他眼前。回头想想，澳洲近年来对台海安全的关切确实与日俱增。澳洲战略界有人早就敲响警钟，认为战争可能比想象中更近，呼吁提升3年内开战的应对能力。澳洲也与美英组建了奥克斯联盟，准备打造核潜舰。同时，日本也通过了新安保战略，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民主国家空前团结的趋势，正好印证了帕克的预言。可以说，他的预测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捏合了现实中正在形成的脉络。结果是，中共若妄动武力，将面临区域联盟的合围反击。帕克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看不到台湾被征服的未来，相反，种种迹象显示，台湾最终将越发强大自立，在国际上获得实质更高的地位。而一场冒险且失败的对台战争，将重创中共政权的威信和军力，甚至可能成为压垮北京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40多年前阿根廷军政府因马岛战败而倒台，苏联也因阿富汗战争泥潭加速解体。历史一再昭示，穷兵黩武的独裁者往往死于战争狂梦。帕克让我们看到，中共也难逃这个宿命。接下来，我们关注帕克预言的第5个要点：中共垮台后的中国将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对军阀混战这段时期不陌生。上个世纪1912年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群雄割据、诸侯混战的乱局，直到国民政府北伐统一才告一段落。而帕克的预言显示，100年之后，中国大地可能再次重演类似的一幕。他预见在中共中央权力真空出现后，全国将4分5裂，各地区由不同实力派控制，各自为政。用中国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似乎与我们传统印象中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样子相去甚远。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哪天中共中央无法有效行使权威，地方会是什么情形？其实近年来，地方势力和中央离心的苗头不断增长。经济好的省份怨中央财政汲取太多，经济差的省份则自顾不暇。
甚至有消息传出，在中南海权力斗争白热化之际，各军区的将领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对最高领导并不完全买账。如果习近平突然退出政治舞台，不排除某些握有兵权的高官拥兵自重，割地称雄。帕克提到，中国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无疑是这种可能性的写照。一些沿海富庶地区也许会趁机追求更大自治，甚至有人猜测广东、上海这些地方本就对中央某些政策阳奉阴违。边疆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则可能爆发强烈的独立倾向。帕克特别提及香港是率先独立出来的地区，那么不难联想，其后或许会有更多第二个香港出现，例如西藏人在国际支持下宣布自治，或新疆发生大规模抗争，要求摆脱北京控制等等。还可能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各据一方，形成新的军阀。例如东南沿海的战区司令如果拒绝服从残余中央的命令，自主把守一方，那就是新军阀的雏形。这些情景听起来惊心动魄，却不是不可能发生。中共政权一旦土崩瓦解，14亿人口的大国难免经历一段混乱震荡期。帕克的预言正是要让世人提前看到这个场景。没有中共的中国，短期内可能四分五裂，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未必是坏事的结局。混乱之后，中国或将迎来重组与新生，就如同当年各路军阀乱斗最终让位于新的国家政权。一个没有共产集权的新中国，或许将在洗牌后重新站起。在动荡年代中，中国人民展现出的韧性和智慧，终将决定未来的走向。说完中国内部，我们再把目光放向全球视野。帕克的第6和第7大预言，把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集权统治国家，预示一场全球性的专制瓦解浪潮即将到来。其中之一是中共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伊朗。帕克预言，伊朗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革命，宗教集权政权会被推翻，这可是一个重量级的预言。大家知道，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神权政体已经统治40余年。最近几年，伊朗国内民怨沸腾，年轻世代对于高压统治和严苛的宗教法律日益不满。从2019年的经济示威到2022年震惊世界的玛莎阿米尼事件，年轻女孩因为妥善佩戴头巾被捕致死，引发全国女性剪发抗议。可以说，革命的火种在伊朗从未熄灭，然而强硬的伊斯兰政权一直用铁腕镇压反对声音。帕克此番斩钉截铁的预言伊朗将出现革命，无疑令关注中东局势的人精神一振。他看到一幅人民起义推翻独裁的画面，也许是伊朗人民多年的抗争终于迎来关键转折，也可能是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曾多次提到俄罗斯、中国、伊朗之间的结盟关系。他认为这几个政权互相勾连，互为撑腰。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出现问题，伊朗当局的底气也会不足。中共一旦自身难保，很可能再也无暇在经济和外交上力挺伊朗。加上国际社会持续的制裁压力，伊朗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可能加剧。一旦有导火索点燃，可能是经济彻底崩盘，或宗教领袖更迭，引发权力真空，又或者军中出现同情民众的派系，那场迟来的自由革命就会爆发。帕克的语气中充满肯定，仿佛已经看到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推倒神权雕像的胜利景象。这不禁让人想起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埃及、利比亚等国人民推翻独裁的场面。如果伊朗革命成真，将是中东历史新的里程碑，也将极大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人而言，伊朗政权的垮台有着特殊意义，它象征另一个顽固的反自由堡垒被攻破，印证了集权体制皆非铁板一块，给尚在黑暗中的中国送来国际声援和信心。最后，第7大预言则把目光投向美洲的红色堡垒古巴。帕克预言，在这波全球变局中，古巴的共产政权也将终结，迎来政治巨变。古巴自1959年卡斯楚领导革命成功以来，已经在共产党统治下度过了60余年。虽然老卡斯楚已作古，他的弟弟劳尔卡斯楚也退休，但古巴依然是一党专政、经济困顿的局面。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中共是其主要经济援助和政治撑腰。帕克认为，当中共自身难保时，
古巴失去后盾，内部要求变革的呼声将再也无法压制。其实最近这些年，古巴民众的不满已有显露。就在2021年，古巴各地爆发了数十年罕见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民众走上街头高喊自由，要求食品、疫苗和基本生活保障，这被视为古巴共产政权统治松动的信号。当时政府也是借助警察镇压和断网措施，才勉强控制住局势。帕克现在的预言等于宣告，古巴这最后的拉美红色据点也撑不住了。他看到古巴出现变天的画面，或许是人民再度群起反抗，或许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改革派领袖。总之，数十年的共党统治行将谢幕。一旦古巴走向民主，将会对整个拉美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彻底终结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局面。想象一下，哈瓦那的马尔蒂纪念碑前飘扬起代表自由的新旗，那将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对中国人来说，古巴政权的倒台也具有象征意义，意味着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日薄西山，中共再失去一个精神和舆论上的盟友。过去，中共常吹嘘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一个个红色政权阵营瓦解，只剩下他自己孤掌难鸣。帕克的全球预言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共的崩溃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而是整个世界告别集权的一部分。中国、伊朗、古巴乃至朝鲜这些专制政体彼此命运紧紧相连，将在未来几年内接连倒下，为世界带来新的政治篇章。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纵观全局，把帕克的7大预言串联起来，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脉络：一场全球性的解体骨牌即将倒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共产集权，其崩解将牵动周边和盟友政权的瓦解。反过来，当其他集权纷纷垮台时，又会反作用刺激中共更快灭亡。帕克预言的画卷中，仿佛正上演一次21世纪版的世界大解放。东亚的红色帝国土崩瓦解，中东的神权高墙倒塌，拉美的赤色旗帜降下。而在这巨变的浪潮中，有几个名字注定载入史册：香港再度高举反抗的大旗，台湾屹立不倒的自由灯塔，还有那千千万万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帕克的预言之所以令人振奋，不仅在于他描绘了独裁者的结局，更因为他强调了人民的作用。无论是香港人的抗争，伊朗女性摘下头巾的勇气，还是中国百姓在白纸革命中举起白纸，古巴年轻人在广场上高呼自由，这些看似渺小的举动汇聚起来，就是足以改变历史的洪流。当然，很多人会问，帕克的预言真的可靠吗？毕竟未来充满变数，任何预言都可能只是巧合或者一厢情愿。我们不可否认，预言毕竟不是科学预测，里面掺杂着超自然的成分。然而，帕克的许多预言并非毫无依据的玄想，而是有一定现实苗头可循。他曾提早感知香港大火等事件，也早早谈到过俄中伊结盟、朝鲜政权可能的动荡等等。而他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海外观察家的共识：中共内外交困已经走到强弩之末。一位深谙中国政治的学者就形容当前局势是中共64年风雨飘摇、第4次历史决议后的延命，已难持久。再加上疫情3年重创经济，清零失策激起民怨，国际围堵加深孤立，中共实在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关头。帕克只是用他预言家的语言，把这种危局描绘成具体的场景：习近平可能因病垮台，地方出现军阀势力，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场景不是毫无逻辑，而是发生过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各国的剧本。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不久，农民起义灭秦；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之后迎来解体；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民众抗议声中倒台。无数例子告诉我们，集权没有长久的未来。因此，帕克的预言虽透着神秘色彩，但其核心信息却和历史规律不谋而合：专制暴政必定灭亡，自由光明终将胜利。更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在预言末尾发出的一个呼吁：人类必须超越恐惧，唤醒内心与生俱来的善与信仰，来共同对抗那盘踞世间的邪恶力量。他甚至明确指出，中共不仅是一个政治集团，更像是一种邪灵，它败坏着人的道德和精神，
如果任由这股邪恶继续扩张，人类文明将被毁灭殆尽。这番话听起来近乎宗教宣言，但也点出了中共统治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层面，它对传统价值观和人性善念的侵蚀，从破坏传统文化、打压信仰群体，到鼓吹无神论、物质主义。中共在过去几十年可谓用心险恶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帕克将其上升到邪灵毁灭人类的高度，提醒世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善恶较量。他相信2026年是人类觉醒自救的最后窗口，希望更多人看清中共本质，不要被恐惧蒙蔽，勇敢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结语时刻，我们不妨再回首帕克的整套预言。中共的末日倒计时，习近平的荣枯难料，香港的烈火重生，台湾的坚毅不屈，中国的动荡新生，伊朗的自由之春，古巴的红旗落地，每一条都扣人心弦。有人或许会心存怀疑，但也有人早已在心中暗暗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预言终究不是现实，但现实往往会创造出超越想象的剧本。正如30多年前，谁能料到柏林围墙在一夜之间倒塌，苏联帝国不战而亡？当时那些勇敢走上街头的人民，何尝不是凭借着对未来的信念在行动？今天，帕克的预言给了我们一幅可能的蓝图，一个没有中共的未来正在逼近。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他的许多洞见竟如此贴近现实。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帕克描绘的道路并非平坦，甚至充满风险与混乱，但破晓前的天空往往最为黑暗。不要忘了，黑暗尽头就是黎明。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峥嵘年代，让我们怀抱希望，拭目以待。帕克的预言会全部应验吗？中共会否真的在历史洪流中解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新生的华夏？时间将给出答案。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每一个追求自由、正义与善良的人都是塑造这答案的一部分。就像帕克所呼吁的那样，勇敢地超越恐惧，坚守内心的善念。当足够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任何预言中的美好未来都不再只是预言，而将成为我们共同创造的现实。让我们期待并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光明就在前方，我们不会再等待太久。翻页的时刻近了，历史新章即将展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2026年农历除夕深夜，台湾金山法鼓山的撞钟祈福现场出现了一幕令在场人员和网友惊讶不已的灵异瞬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与法鼓山1年1度的除夕撞钟108响仪式时，手握着巨大法华中的一条红色绳索，准备随钟声共振祈福。哪知就在钟声回荡之际，郑丽文手中的红绳竟突然诡异的剧烈抖动起来，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扯。郑丽文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震动吓了一跳，身旁一起参与祈福的贵宾也露出惊愕神情。短短数秒的画面，在现场投射屏幕和稍后的影片中被清楚捕捉，迅速引发网络疯传和热议。有人惊呼：好兄弟在搞事吗？真的闹鬼了吗？台湾习俗中以好兄弟指代鬼魂，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妖孽现身。更有网友形容郑丽文当时差点被吓得腿软，直呼这一幕是赤马红羊年开局不祥的兆头。毕竟此时正值午夜钟响，新旧年交替的敏感时刻。传说中的赤马红羊节60年一遇，今年又恰逢碰上，难免让人联想翩翩，背脊发凉。这条深红色的祈福长绳为何偏偏在他手中不自然狂抖？到底是物理现象巧合，还是冥冥中真有神秘力量的干预？种种疑问随着影片疯传，全台网友议论纷纷，让2026年的开年瞬间被蒙上了一层灵异传奇的色彩。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段离奇画面，各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一，郑丽文本人及国民党方面将此形容为神明感召。他事后透过党部表示，撞钟当下自己内心诚恳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强烈感受到神明的感召，心头震动，感受强烈，认为红绳剧烈晃动正是神明对他虔诚祈祷的回应。简而言之，
就是佛祖或诸佛菩萨显灵打招呼，传达能量给他，属于吉兆而非凶兆。其二，不少理性网友从科学角度提出了更平实的解释。法鼓山的法华钟巨大厚重，撞钟时产生强大的声波和震动，若红绳与钟体或底座结构有所连结，共振效应可能使绳子看起来自行抖动。再加上当晚气温低，细雨霏霏，郑丽文长时间站立维持姿势，手臂肌肉疲劳或寒冷颤抖，也可能导致绳子随之晃动。第三种观点则来自宗教学者与佛教界人士，他们抱持存疑甚至揶揄的态度，因为法鼓山属于严谨的佛教禅宗道场，强调自我关照与内心觉悟，并非民间信仰那样追求鬼神附体或灵异感应。成大哲学系李教授等人就指出，法鼓山又不是神坛，也没设鸡童，哪来神明上身？将身体抖动解读为神明附体，在佛教传统上相当罕见，更像是政治人物的创意发挥或套用民间习俗的说法，用来替现场意外找到吉祥寓意。显然郑丽文的感召说在宗教界看来有些牵强。但话说回来，台湾政坛也非首次出现撞钟意外被庙解的趣闻。2008年时，时任总统马英九在法鼓山撞钟时，就不慎将手中红绳用力一拉给扯断了，现场一片哗然。马英九本人则幽默圆场笑称，我这一下是把台湾的厄运拉掉了，将尴尬瞬间巧妙转化为祝福寓意，引得众人叫好。如今郑丽文的红绳灵动被解读为他祈愿真挚而感动了神明，与当年马前总统的说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在大庭广众前将可能的不祥征兆巧妙的逢凶化吉。总之，红绳离奇抖动之事是真是假因人而异，你可以相信是法喜充满，锐气照祥，也可以坚持理性，认为不过是物理共振或人体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起灵异瞬间为2026年开年增添了一丝神秘氛围，人们不禁要问，今年究竟会是福是祸？这诡异开局是否预示着什么？其实，让民间如此敏感多疑，正是因为2026年非比寻常。传统命理中，农历丙午马年与丁未羊年，即阳历2026年和2027年，被视作一组特殊的年份组合，俗称赤马红羊节。所谓赤马红羊，简单来说就是红马年加红羊年的意思。丙和丁两个天干都属火，在五行中以红色象征火，因此丙午年称为赤马红马，丁未年称为红羊，而节字则代表劫难灾厄。古人发现，每当马年羊年连着且两年都是五行属火时，往往社会局势或自然环境会出现较明显的震荡变化，所以以赤马红羊节这个听来惊悚的词汇来提醒世人。要注意的是，赤马红羊节并不是什么正统科学概念，也不是经典预言里注定的大灾年，而更像是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说法与戒慎提醒。因为以60年为一轮回的干支纪年法中，天干地支组合每60年复现一次，所以赤马红羊每60年才会连庄2年。上一次出现这种组合，要追溯到上一甲子的1966年丙午马年和1967年丁未羊年，再上一轮则是1906年、1907年。历史资料显示，恰好在那几个周期中，人类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动乱与转折，于是赤马红羊年不太平的说法更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一传十，十传百，直至今日仍让许多人提起这4个字就心惊胆战。60年前的1966到1967年，正值20世纪动荡的60年代，期间发生的巨变犹令华人世界记忆犹新。当时中国大陆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号称要横扫旧世界的红色风暴正式开启10年浩劫。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极端政治运动引发全民动乱，中华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破坏，整整10年内斗使无数家庭破碎，人命丧失，堪称人类现代史上最疯狂混乱的时期之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灾难刚好起幕于丙午马年，难免令人不寒而栗地将其和赤马节联想在一起。
60年一甲子轮回后的今天是2026年，民间不禁忧心忡忡，会不会又有类似的大劫来临呢？除了中国，放眼全球，1966到1967年前后，其实也是多事之秋。美苏冷战正处高峰，越南战争持续蔓延。1967年中东爆发6日战争，战火乍起又戛然而止，却埋下漫长仇恨的种子。同年非洲的尼日利亚内战、比亚法拉战争开打，生灵涂炭。欧美各国也纷纷陷入社会运动浪潮，种族矛盾、学运风潮此起彼伏。法国1967年甚至发生了10月风暴，一天内连续飓风造成重大伤亡。种种事件汇聚，使得上个赤马红羊双年在人类集体记忆中蒙上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的阴影。再往前推120年前的1906到1907年，适逢清朝末年，也是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史料记载，1906年华南地区曾遭强烈台风侵袭，死伤惨重。朝廷内部则风雨飘摇，科举废除，新政变法，引起种种震荡。而更戏剧性的是，清帝国的统治核心在接连2年中相继陨落。垂帘听政数十载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底前后去世，朝野震动。虽然严格说在丁未羊年过后数月，但早已风雨飘摇的政局可谓在马羊年连催之下走向末路。随后不久，武昌城头的枪声打响，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可见在那2个红马红羊相继的年份，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都处于多事高危期。这些历史经验汇集起来，更加深了逢此组合必有大劫的民间印象。然而冷静想来，劫难并非宿命，历史更多是巧合与人为交织。正如史学者所说，并不是每一组丙午、丁未年都铁定天下大乱。例如上一甲子前的1846年丙午和1847年丁未，清朝道光年间虽也有洪灾蝗祸，鸦片战争余波未平，但未见像后世那样的大灾变。1848年之后，社会还逐渐走向太平期。所以赤马红羊节更多是古人基于经验做出的一种趋势提醒。因为火旺之年常常节奏加快，情势多变，压力剧增，容易出现动荡。于是提前提点大家要稳住心态，戒慎恐惧，以免措手不及。抱持这种心态来看，我们就不会过度恐慌于那个节字，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指南。碰上火气特盛、变化特快的年份，更要冷静谨慎，以不变应万变，反倒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前面提到的郑丽文红绳事件，从这角度看，或许正是一个隐喻面对难以解释的意象。有人惊惧迷信，草木皆兵，但也有人转念间将其视为警示与契机。如果我们能善用古人留下的智慧，或许就能在火光冲天的年份里找回一丝清凉与平静。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步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的今天，我们将如何度过这场60年一遇的大考验？随着新年钟声敲过，我们正式踏入了民间口耳相传的赤马红羊连年。今年的丙午马年以及紧接而来的丁未羊年被视为60年一遇的大劫年，加上近年天灾人祸频繁，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不仅台湾民众草木皆兵，整个世界都隐隐透着不安气息。那么究竟2026年会发生哪些变局或灾难呢？有没有一些前兆或预测可以让我们提早防范？巧的是，命理师、预言家们早已纷纷放出警讯，提醒今年有几项不得不防的灾厄。我们不妨来听听这些说法，姑妄听之，全作参考。首先，台湾有位知名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过去因多次准确预测政坛大事，据称他曾神准算中蔡英文2次当选总统，近期在节目中就大声示警，2026年恐怕会出现5大灾难。这听来相当骇人，但仔细分析，他所指的5大灾难，其实就是归纳最近几年全球反复出现的5种类型：一是火灾，2是爆炸，3是战争，4是地震，5是传染性疾病。乍看之下，几乎囊括了天灾人祸的所有可能面向。然而回顾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命理师点出的几项
真是每样都不缺。火灾与爆炸方面，2025年台湾经历了数起震动社会的重大意外。年初2月，台中市繁华的中港路商圈突传憾事，知名百货星光3月大楼发生严重瓦斯气爆事故，巨响火光中夺走了5条人命，另有30余人受伤，是台湾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百货公众安全事件之一。事后调查发现，疑因美食街管线漏气遇明火引燃，酿成这场无情巨灾。这起意外不仅带来人员伤亡，也让整栋商场歇业多时，阴影挥之不去。没想到年底12月，台北市再次惊传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爆炸事件，犯人在台北车站及捷运中山站一带持刀疯狂砍杀路人，并投掷自制爆裂物制造混乱。整起案件造成4死10余伤的重大伤亡，全台民众人心惶惶。这2起事件一南一北，一为爆炸意外，一为纵火杀人，俨然应验了火灾、爆炸的恶兆。杨登科指出，乙巳蛇年2025年木生火，火气太旺，所以才1年之内出了这么多火烧火烫的悲剧。而接下来的丙午马年更是火上加火，天干地支双火，阳火更烈，如同2堆旺火熊熊燃烧。因此他预言，在这火叠火的年份里，要特别提防类似的灾厄重演。大型火灾、工厂或油气设施的爆炸事故发生几率恐怕居高不下。对此，有消防专家也提醒，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高温天气增多，森林野火、电气走火等灾害的季节性风险正在提高。一旦进入夏季干旱炎热期，不止台湾，像澳洲、美国、加州等地，过去几年都经历惊心动魄的超大野火肆虐，数以万计的房屋焚毁，人员流离失所。今年各地政府更不敢掉以轻心，纷纷加强防范山林火源。同时，公安专家也呼吁加速检视老旧燃气管线、化工石化设备，防止未爆弹因疏忽而引爆。可以说，火灾、爆炸这第一、第二灾，既是对大环境气候挑战的预警，也是对我们人为疏失的警钟。经过去年的教训，2026年能否减少类似悲剧重演，就看我们能不能汲取经验，把火种消灭在萌芽之时了。第3大可能的灾难是让全球都绷紧神经的战争。其实此刻我们早已身处战云密布的时代，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仍在交着拉锯，欧洲大陆阴霾笼罩，中东地区2025年也历经了以色列与哈马斯间爆发激烈冲突的战火洗礼，更不用说国际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乱与恐怖攻击。从非洲之角到南亚次大陆，和平始终弥足珍贵。在杨登科看来，去年乙巳年火太旺，已引燃多处战火，而今年丙午年火势更盛，世界局势依然不容乐观。他直言2026年将发生和去年类似的战争事件，预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可能延续甚至扩大。我们身处的亚太地区有2大火药库，尤其令人担忧，一是台海两岸，一是朝鲜半岛。前者，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与文攻武下早成常态，解放军军机军舰频频扰台，外界担心一不小心就可能引爆危机。后者，北韩持续试射导弹，核试蠢蠢欲动，令东北亚局势随时可能失控。就以台海而言，2026年对台湾很关键，适逢台湾9合1地方选举年，朝野政治角力剧烈，同时国际上美中博弈加深，两岸关系紧绷。若某方选择在此时挑衅试探，擦枪走火的概率势必上升。不仅命理师这么看，一些国际预言家更是发出了惊人警告。来自英国的知名未来预测者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在去年底断言，2026年恐成为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真相将在今年浮出水面，各种积怨将迎来摊牌。在他的预示中，2月恰好是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转折点，之后亚太局势可能发生重大冲突，台海之间可能因飞机或潜艇碰撞事件引发战端，日本也将被卷入。他甚至细致描绘了可能的后果，若中国执意挑起战事，最终反而会遭受重创，经济崩溃，最高领导人下台，中国政权出现大裂变，在战后分裂成多个实体，朝着民主联邦的方向重组，
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虽无从证实，但听来确实令人心惊。如果真发生台海战争，那将不只是区域问题，而可能演化为世界级的冲突。帕克还预言，接下来几年战火将燃遍多处，社会动荡前所未见，甚至会出现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战这种新形态威胁。他提醒世人尽早备份重要资料，做好网络瘫痪的防范。尽管这些预言充满戏剧性与争议，但我们不妨视为对和平的另一种呼吁。正因为战争如此可怕，我们才更应该严防擦枪走火，珍惜当下得来不易的和平局面。近年国际上也有一句玩笑，世界末日中离午夜只剩不到90秒，这比喻人类毁灭的核战风险极高。今年能否避过战火一劫，就看大国领袖们能否保持理性，不让人类重蹈上世纪中叶世界大战的覆辙了。除了人祸，天灾也是5大灾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杨登科特别点明了地震和传染病2项。台湾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本就有地震王国之称，每年有感地震上百次，小震频仍，大震偶发，人民早习以为常。然而今年适逢火年，地火行金，5行相克，是否会在地壳运动上有所体现，令人心里打鼓。更何况台湾本岛及离岛周边近年已有火山活动征兆，例如大屯火山群、龟山岛海底火山等监测到能量累积。有地质学者推测，未来几年台湾发生中大型地震甚至火山喷发的几率在升高。邻近的日本群岛情况类似，去年东京附近才刚经历强震，而历史上每隔数十年日本就可能出现一次毁灭性大地震，如1995年阪神、1999年土耳其、2011年东北大地震等。一旦火旺引动了地动，后果将非常严重。诚然，科学界并无证据表明火年一定多震，但至少命理提醒我们对自然仍要心怀敬畏。因此从政府到民间，今年更应加强地震防灾演练，做好建筑结构补强，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以防天摇地动时临危不乱，把损失降到最低。至于传染性疾病，可谓最近几年人类挥之不去的阴霾。杨登科把瘟疫也列入今年5大灾，警告大家仍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经历3年多肆虐后，全球总算在去年迈向解封常态，但病毒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变异。我国专家先前就预测过，今年可能出现新一波具有更强免疫逃脱能力的新冠变异株。事实上，2025年底国际上就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使一些国家住院人数回升，再度敲响警钟。因此2026年仍需提防新冠卷土重来。同时，除了新冠，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也不能忽略，像非洲猪瘟病毒这几年在亚洲散播，对养猪产业威胁巨大。肠病毒每隔数年就在儿童间流行一次，重症病例让家长谈虎色变。还有季节性的流感、禽流感也时刻可能突变，造成人际传播。病毒的世界就像暗处的火苗，一有可乘之机就会燎原成灾。我们能做的，除了强化监测预警，就是保持公共卫生习惯，加速医疗研发，争取在疫情初起时就将其扑灭。今年春季，专家们已呼吁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并密切关注各地不明原因疾病的讯号，以便及早发现新兴传染病苗头。在经历过新冠浩劫的人类社会，相信对这一点都有共识，绝不能再让瘟疫不设防的偷袭成功了。综观上述，所谓5大灾，火灾、爆炸、战争、地震、疫病，其实每一项都是眼下进行式的风险，并非无中生有的新奇预言。换句话说，赤马红羊年给世人的真正挑战，不是什么天降神罚，而是看我们能否正视既有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抱怨，这5样灾难几乎把人类所有噩梦兜了一圈，听起来未免危言耸听，妖气冲天。但别忘了，提醒我们的杨老师最后也加了一句，民俗传说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意思是把危机意识放在心上即可，无需真的把今年当世界末日。毕竟未来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不是老天写好的剧本。我们真要做的，不是恐惧的等待灾厄降临，而是积极行动，预防坏事发生，
同时心态上保持稳健从容，不让焦虑支配生活。火旺之年，更需冷静之心。有经验的人这样建议，正如古人所说，以水克火，对应到现代生活，就是提醒大家在火气特别旺的年份里，多给自己心中浇点水。比方说，遇到纷争时先缓一缓，别让怒火瞬间烧掉理智。投资理财保持谨慎，莫被一时的贪念冲昏头。火年容易有投机热潮甚至泡沫，需防范物极必反。生活作息规律健康，避免熬夜劳累上火伤身。面对危机时冷静应对，拿出慢一拍看三步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道理平时听着普通，但在今年格外值得牢记。火红年代不一定是诅咒，也可能意味着转机与创新。正如有风险就有机遇，火象征着能量和光明，只要我们善加驾驭，就能化焚烧为光照，乘混乱而重生。谈到转机，不妨再回头看看预言家帕克的说法。虽然他预见了战争和灾祸，但他也强调大灾过后就是大福。在他眼中，2026年是一个清算旧弊、真相揭露的年份，阵痛过后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契机。例如，他预言中国在经历动荡后将走向开放民主，那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或许是长远的福音。再看印度古老的纳迪叶预言，解读师们，他们据传透过千年棕榈叶看未来，也做出类似结论。未来5年，世界将面临巨大转变，但总体而言，坏事会减少，好事会增加。这些预言无法证实其真伪，但至少传达了一个乐观信息：人类或许正在穿越一个动荡的隧道，但隧道那头隐约可见光亮。就算真有赤马红羊节，说不定也是先苦后甘，否极泰来。反观我们台湾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多少次大灾大难中，凭借团结和毅力闯过难关，甚至转危为安。921大地震举世震惊，但也促成建筑法规改革，全民防灾意识提升。金融海啸遍及全球，台湾亦受冲击，却也加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不丧失信心和智慧，结束并非不可化解。2026年注定是紧张刺激的一年。我们开篇从一条神秘抖动的红绳讲起，或许有人仍耿耿于怀，那究竟是巧合还是灵异？是凶兆还是吉兆？其实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郑丽文选择相信那是神明的善意，寄托了平安的祝福。科学家则视之为无害的物理现象，一笑置之。无论你倾向哪一种，都请记得，比鬼神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新的一年里，也许挑战接踵而来，烈火考验意志，狂风巨浪动摇信念，但我们完全可以像智者所说，以己为心，心静火传；以法为舟，以己为舟，把自己当作燃料，燃烧奉献，照亮未来；以真理为船，以自身为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当每个人都尽好本分，守住良知，再大的火劫也烧不回我们的家园。回望法鼓山当夜的108声洪亮梵钟，其实寓意着消解108种烦恼，将过往不顺遂随钟声一一送走。马英九断绳笑言，拉掉厄运的梗虽是即兴，但又何尝不是人们内心美好的愿景。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我们不妨也大声宣告，让那些战争、瘟疫、灾难统统远离吧。就让赤马红羊年的烈火焚尽上一个甲子的阴霾，而为未来重新锻造出一道灿烂的黎明。愿我们都能平安度过这个惊心动魄而充满挑战的年度，在劫波中看到新的生机。世事无常，但人心向善、自强不息的信念，永远是化解任何灾劫的最大法宝。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一起迎接属于我们的享乐丰足与光明未来。2026这一年被不少预言家称为人类文明的转折年，中共政权的天命将告断裂，掌权逾10年的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从舞台上消失，象征中国力量的三峡大坝出现不祥的坍塌征兆。南方大省广东或许率先跳脱中央束缚，踏出区域自治的脚步。同一时间，在国际舞台上，伊朗酝酿着革命风暴，欧洲面临撕裂危机，
全球性的水资源枯竭更可能引爆战争。而与此同时，人类科技或迎来重大突破，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些听来仿佛灾难片剧情的预测，究竟有无根据？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这一连串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历代王朝更迭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命。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意。但当这个朝代的德行不足，民心丧尽时，上天就会以种种灾异示警，预告王朝气数将尽。民间俗话称天垂异象，国将兴衰，说的就是这种观念。比如史书记载，朝代末年往往灾祸频仍，例如大旱、洪水、瘟疫、蝗灾接踵而至，被视为老天对暴政的谴责。回顾近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令人不禁联想到这套传统理论。就拿2020年至2023年间来看，中国接连遭遇疫情肆虐、大范围洪灾与旱灾并存、经济下行压力剧增等挑战。长江在夏季干涸见底，荆楚大地爆发特大洪水，北方多省遭遇罕见沙尘与冰雹。不少网友戏称，这几年简直是十灾八难涌向中国。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天空中也出现了古人眼中改朝换代的异象。例如2022年底，北京和东北等地多次出现换日现象，天空中悬着3个太阳。根据唐代星象家李淳风在《以四战》中的古训提到，众日并见，天下裂分，意思是如果天空同时出现多个太阳，预示天下将要分裂，战乱四起。传说中的征兆竟在现代真实上演，难怪一些迷信的百姓开始嘀咕，莫非中共的天命真的要到头了？除了天灾异象之外，民心的变化也是天命是否犹存的重要标志。2022年底，中国多地爆发了所谓白纸运动的抗议浪潮，年轻一代走上街头，高举白纸抗议严苛的风控和言论管制，甚至有人公开喊出反对领袖的口号。这在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极为罕见，仿佛让人看到了民心中的一丝裂痕。尽管当局迅速平息了风波，但那一幕透露出的民意汹涌，令外界意识到中共统治并非牢不可破。如果将天灾与人祸交织起来考量，今日的中国和历史上朝代末期的景象颇有几分相似。对信奉天命论的人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警讯。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每逢60年循环会出现丙午年和丁未年，被古人称为红阳节。据说这2年往往伴随大乱，翻开历史可以发现一些巧合。例如上一个丙午、丁未年是1966和1967年，正值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动荡达到极致。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当时清朝国运衰微，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几年后王朝就覆灭了。而更早之前的明末清初，虽然纪年不同，但17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连年饥荒和李自成的大顺起义。改朝换代，当然这些年份的巧合或许只是巧合，但民间因此对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格外忌惮，认为红阳节可能再次应验。近年不少预言文章也将这2年描述为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之时，迷信也好，巧合也罢，当灾异与动荡真的开始密集出现，人们难免会把它和老天的旨意联系起来。不少海内外的观察家开始酝酿一个大胆的推测，认为2026年前后中共政权可能会步入衰亡的命运转折点。先说中国，网络上曾热传一位奇人王恩庆的说法，据称王恩庆被某些中南海权贵奉为国师。他早年大胆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有5颗星，分别象征5个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没有第6颗，因为第5个就是掘墓人。所以他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的统治将告终结。如今习近平正是第5任领导人，而中共建政已经70余年，接近历史上朝代寿命的极限。如果王恩庆所言有理，那么2026到2027年这段时间，也许就是他暗示的终局时刻。事实上，民间近来盛传一则北戴河会议的风声，
据说习近平可能干完这一届之后不再安排接班人，这传闻无从证实，但与王恩庆的预言不谋而合，似乎都指向习时代将是红色政权的最后篇章。巧合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也对2026年的中国做出了惊人预测。帕克以往因多次成功预言国际事件而小有名气，他在2023年11月发布了一系列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他看见中共政权将开始出现冰川式瓦解。这个生动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一种并非瞬间崩盘，而是逐渐分崩离析的局面。简而言之，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将一点点削弱，地方和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最终整个体制如冰川融化般土崩瓦解。帕克甚至暗示习近平的个人命运也将出现重大变局。也就是说，在他的视野里，2026年或将标志着中国集权统治开始走向终结。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同时预言了一系列独裁政权的倒台，包括他看见伊朗将发生革命、古巴政权出现变天等等，仿佛世界将进入一个威权政治大洗牌的阶段。东西方不同背景的预言居然在时间点和内容上高度吻合，让许多人既感震惊又期待。当然，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撇开玄学不谈，我们不妨从现实条件来分析，中共政权是否真的可能在未来数年陷入失控。首先是经济压力，中国经济今年增速放缓，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不下，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困难已经显现，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公务员降薪、社保研发的传闻。如果经济在2026年进一步恶化，失业人潮和债务危机交织，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其次是政坛内部，习近平在位期间清除了众多政敌，打造了一言堂的权力状态。然而正所谓孤注难支，权力过度集中也意味着决策失误，缺乏纠偏机制。一旦哪里出现重大的治理失败，习近平本人将难辞其咎。想象一下，如果某场天灾人祸处理不当，激起全国众怒，或是某个政策导致经济雪崩，引爆全国性抗议，习会不会成为党内外众矢之的？历史上不乏此类先例。再加上习近平本人生理年龄渐长，外界时有他健康不佳的小道消息。一位高龄且高度集权的领袖，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其统治稳定性确实令人关注。如果种种压力在2026至2027年间同时发酵，不排除中国政局出现突然巨变的可能。届时，习近平可能被迫下台，甚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结局。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内忧，中共也可能铤而走险地对外挑起冲突，以民族主义凝聚人心，例如加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甚至在某个时机对台动武，借此转移国内视线。然而这种赌博式举动若遭遇失败，只会加速政权崩溃。北京当局曾将2027年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节点，有外媒解读，其中隐含着完成对台湾统一的野心。但如果内部局势在2026年前后已现乱象，习近平还能否腾出手对外冒险？或者相反，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对台湾动手以维持权威？这些未知数都为未来增添了更多变数。谈到可能颠覆中共政权的因素，除了人事和政治，本身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若出现危机，往往对民心与政权信心的打击更是巨大。这其中不得不提长江上的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号称能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然而自从建成以来，它的安全性和种种负面影响就一直饱受争议。早在兴建之初，水利权威黄万里教授就曾预言三峡工程将带来12项灾难性后果。如今10数年过去，黄老预言中的前11项几乎都已应验，例如下游河岸坍塌、航运受阻、100万移民问题、泥沙淤积、水质恶化、生态失衡、地震隐患等等。一共只剩下最后一项，也就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大坝，最终可能不得不被炸掉。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大坝存在生死攸关的危机，但近年来一些迹象令人不安。2020年夏季，超历史极值的长江洪水压境，三峡坝区一度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入库流量，
所幸涉险过关。事后有海外卫星照片显示，大坝疑似发生轻微变形，虽然中国专家解释那是正常弹性，但仍引发轩然大波。接着2022年又发生长江中下游罕见干旱，三峡库区水位骤降，显露出库岸滑坡的隐患。可以说，大坝正经历极端天候的反复考验。而在中国传统风水观中，三峡大坝更被一些术数家斥为斩断龙脉之举，认为此举逆天而行，终将折损国运。不管风水之说是否可信，三峡工程象征着中共治下人定胜天的骄傲。如果有一天它出现重大事故或结构性损毁，将在国内外造成极大震撼，上亿人口赖以为生的长江流域将陷入浩劫。而这样的灾难无疑会被舆论解读为天谴，把中共政权的威信彻底冲毁。难怪坊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峡若垮，中共必亡。可见三峡大坝早已超越一座水利工程的意义，而被看作中共国运的象征之一。如今各种征兆叠现，让人不寒而栗，不禁想，会不会真的有那么一天，假如北京的中央权威真的因某种巨变而示威，中国的政治版图将如何演变？有一种推想是，中国可能重回群雄割据的局面，各地区出现实质上的自治甚至独立倾向。而在这之中，广东这样的沿海发达省份被许多人点名，认为可能是率先迈向区域自治的领头羊。为何是广东？首先，广东历史上就是变革风气最先吹拂之地，晚清以来的多次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广州都曾是策源地。民国时期，广东也一度成为军阀割据时代的半独立政权，由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经营自治。这片岭南大地民风开放，与中央朝廷的联系相对松弛。其次，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国际联系。若中央政府瘫痪，广东有能力自成一体，继续运转，反而那些财政依赖中央补贴的欠发达内地省份才更难独立支撑。再者，广东毗邻港澳，吸收了较多民主法治的观念熏陶，广东人对自由和自治的向往可能比内地其他地方更强烈。即便在严厉管控下，我们依然能从互联网舆论中窥见一丝端倪。有人半开玩笑地自称广东公投独立，虽然这类言论很快被删除，但它的出现本身耐人寻味。想象一种情境，当中央陷入瘫痪，各地军警各自为政时，珠三角地区的领导人为了维护秩序，很可能以地方自治的名义组建新权力架构，实际上脱离北京控制。这并非天方夜谭，10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就是如此开场的。广东作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旦带头先走一步，其他长三角、环渤海等富庶地带也可能纷纷效仿。如此一来，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国将分化为若干实际上的区域政权，各自为政。从某种角度看，这或许是集权崩解后避免全面内战的幸运剧本，各地能相对平稳地过渡到自治状态，而不是陷入无政府混乱。不过，这种局面对习近平这样强调统一的领导人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最坏结局。因此，未来几年广东等地与中央的关系走向，将成为判断中共政权是否江河日下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地方开始公然违抗中央指令，自行其事，那就说明天命真的降临到尽头了。从以上种种迹象与推演来看，2026年前后中国内部确实存在巨变的可能性。当然，这些还只是围绕中国的剧本。此时此刻，让我们把视野放宽，看看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酝酿的动荡与变局。或许巧合的是，它们与中国的巨变可能前后呼应，构成全球范围内的震荡。首先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拥有深厚文明底蕴的波斯国度，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实行着严苛的神权统治。然而暗流涌动，伊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早已积蓄多年。早在2009年，伊朗就爆发过大规模的绿色革命抗议，此后经济低迷和制裁压力下，民众示威此起彼伏。2022年，一场席卷全伊朗的抗议风暴再次爆发，其导火索是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佩戴头巾不当
被宗教道德警察拘捕并离奇身亡，引发无数女性走上街头，女性摘下头巾，高喊妇女、生命、自由，数十个城市响起反对独裁、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场抗争持续数月，尽管最终因当局镇压而平息，但全球看到了伊朗人勇敢抗争的决心。许多人将它类比为伊朗版的革命前夜。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他一旦离世或健康不支，伊朗可能面临权力真空和继承危机，届时压抑已久的反对力量或将乘势而起。展望2026到2027年间，伊朗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一旦伊斯兰共和政权被推翻，将标志着1979年以来伊朗革命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始，这对中东地缘政治的意义非同小可。长期以来，伊朗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支持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青年军等地区代理人武装。如果新政权上台，伊朗与邻国乃至西方的关系都将被改写。也许我们会看到伊朗社会迎来更开放的风气，与沙乌地、阿拉伯等宿敌国冰释前嫌，甚至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成员。当然，革命往往伴随阵痛，谁也不能保证伊朗变局一定顺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正处于重组的前夜。一方面，美国近年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阿以关系在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伊朗这个区域大国出现革命，中东力量对比将发生剧烈震荡。难怪预言家们把伊朗革命列为2026年前后的重要事件之一。帕克的预言一提到了伊朗，他的视野中清晰浮现波斯政权更迭的景象。试想，中国政局巨变与伊朗革命若在相近时间发生，那将多么富有戏剧性！两个相距遥远的古老文明几乎同时告别，各自延续了数十年的统治秩序。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充满巧合，又耐人寻味。将镜头转向西方，欧洲也正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分裂危机。欧洲联盟一度被视为团结与和平的象征，但如今内外交困，出现了明显的撕裂迹象。先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成员，也撕开了欧洲一体化信念的口子。随后，欧洲本土民粹与极右势力崛起，在多国兴风作浪。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与布鲁塞尔在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问题上争执不下，甚至被认为偏离民主价值。意大利、法国等大国的选举中，以欧反移民的政党声势日渐浩大，就连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极右翼政党也正走向前台。种种迹象表明，欧盟内部的共识在流失，各国各顾自身利益的倾向在上升。除了政治上的分歧，欧洲社会还潜伏着文化和宗教的裂痕，这主要体现在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近10多年来，欧洲接纳了大量来自中东、非洲的移民和难民，他们中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多元文化政策一开始让欧洲显得包容繁荣，但当经济压力和安全事件发生时，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等地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和社区骚乱，有的是极端分子所为，有的则是移民青年对歧视和贫困的不满爆发。2023年，法国就因一起警察射杀少数族裔青少年的事件引发全国性骚乱，大批移民背景的年轻人在街头纵火砸车，让整个欧洲为之震惊。这些事件加深了部分欧洲民众对移民群体的疑惧，也助长了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于是，一方面穆斯林社群感到被边缘化和敌视，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又觉得自身文化传统受到威胁。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双向对立可能引发更猛烈的冲突，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对抗。有悲观的观察者警告，欧洲未来不排除出现新宗教战争的可能。当然，多数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但足以说明隐患之严重。经济和地缘因素也在撕扯着欧洲的团结。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战略环境。欧洲各国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表面团结，但随着战争持续，分歧开始浮现。东欧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因为紧邻俄罗斯，更坚决反俄，而像德国、
法国这样的西欧大国，民众对长期制裁和军援的耐心正逐渐减少。一旦战局胶着到2025、2026年仍无定论，欧盟内部可能出现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强硬到底，另一派倾向寻求妥协停战，这将成为另一道撕裂欧洲的裂缝。此外，能源危机也在考验欧洲。自俄罗斯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后，欧盟国家在能源问题上虽制定了共同方案，但私下里各自为政的现象并不鲜见。2022年的冬天，德国等富国砸下重金抢购天然气储备，引发较贫弱国家的不满。未来若再遇能源短缺，一些国家可能不顾他国而自行其事，例如限制能源出口或囤积燃料，重演疫情初期争夺防疫物资的一幕，进一步侵蚀成员国间的互信。综上所述，欧洲昔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气氛正日渐淡薄。展望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看到欧盟变得愈发松散无力，甚至不排除某些国家步英国之后尘退出联盟。欧元区和申根区也面临压力测试，如果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各国很可能为了自保违背共同体原则。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正站在团结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欧盟的解体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欧洲人开始讨论的现实可能性。有人担心，一旦欧盟真走向分崩离析，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各行其事、缺乏协调的混乱状态，这对全球秩序也是巨大的变数。这种撕裂也许不是像2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热战，而是一种慢性瓦解，政治上各行其事，社会上离心离德，文化上分庭抗礼。它将极大削弱欧洲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局势更添不稳定因素。除了人为的政局变动，未来几年另一个可能引发全球动荡的因素，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水。随着气候变迁和人口增长，全球许多地区的淡水供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科学数据显示，2025年前后，世界上1半以上人口将遭遇季节性或长期性的缺水困扰。水资源短缺不仅影响日常生活，更牵动粮食安全和能源生产。因此，各国之间围绕江河湖泊的争夺愈演愈烈，水战争的阴影开始浮现。非洲和中东是水资源冲突最明显的地带。举例而言，北非的尼罗河养活了埃及9000万人口，被埃及称为生命之河。但上游的伊索比亚近年修建了巨型水坝复兴大坝，打算拦蓄尼罗河水发电和灌溉。埃及担心这将严重威胁下游用水，一度扬言不惜一战也要捍卫尼罗河流量。尽管双方在国际斡旋下多次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长久协议。如果未来伊索比亚强硬推进蓄水计划，而碰巧逢上干旱年景，造成埃及水荒，埃及极端势力很可能推动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如空袭大坝等，那将是典型的为水开战。一旦这一先例出现，地区局势将极其危险。中东地区另一些河流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建坝，引发下游叙利亚、伊拉克的不满。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源分配也是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争执多年的焦点。如果气候加剧干旱，这些矛盾可能突破外交框架而演变成冲突。在亚洲、南亚和中亚也有多条河川成为潜在火药桶。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着印度河水系，虽然有历史悠久的分水条约，但随着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和水量减少，印巴双方屡屡相互指责对方浪费或节流。谁都知道，印巴本就是一对宿敌，如果再因水问题激化敌意，后果不堪设想。再看中国和南亚其他邻国，中国掌控着喜马拉雅山脉众多河流的上游，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等。中国在西藏地区兴建水坝，也引起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戒心。尽管目前还没有酿成直接对抗，但未来水资源更紧缺时，不排除各国因争夺水源而爆发冲突。此外，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减缩，进一步削弱河流的稳定流量，也会让本就紧张的水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联合国曾经警告，21世纪的战争很可能将因水而起。更广泛的水危机与粮食、移民问题也在相互交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如果持续干旱，将有越来越多人无法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迁往水源较充沛的地区。
这种气候难民潮有可能冲击邻近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加剧地缘压力。一些内战的爆发背后同样有水资源因素的助推，例如达尔富尔冲突、叙利亚内战，在动荡前都经历了严重干旱和农业欠收。可见水资源短缺不仅可能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会成为国内动乱的导火索，进而波及区域稳定。人类如果无法妥善管理这一最基本的资源，未来的冲突图景将会更加令人担忧。读到这里，您可能不禁感到有些压抑。从中国的政权危机、地缘革命到欧洲纷扰，甚至水战阴云，未来几年仿佛充满了动荡和灾祸。然而，历史的画卷并不只有灾难和冲突的色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人类文明也在孕育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平行发生的重要进程，那就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近年来，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突破令人目不暇给。如果这些趋势延续到2026年前后，我们可能会见证若干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现有社会的面貌。首先要提的就是能源技术的飞跃。2022年底，美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实现了核融合反应的净能量输出，这意味着人造太阳的梦想离现实更近了一步。众所周知，核融合被视为解决人类终极能源需求的圣杯。这种反应以氢同位素为燃料，几乎取之不尽，反应产物是无污染的氦气。一旦核融合技术成熟应用，人类将告别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不再受制于能源短缺和碳排放问题。许多国家正投入巨资研发，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建成可发电的聚变反应堆。如果在2026年左右，我们听到某个团队成功点火运转了一座中型核融合装置，那将是科技史上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能源革命的开端。无限且清洁的能源不仅意味着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颠覆，也将给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传统产油国的地缘地位下降，高油价引发的争端不复存在等等。除了能源，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同样值得瞩目。2023年，全球掀起了一股 AI 浪潮，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惊艳世人。虽然现有的 AI 在某些方面仍有局限，但进步速度极快。有专家推测，在未来几年内， AI 有望通过图灵测试达到接近人类的智能水平。假如到了2027年前后，人类真的打造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届时，医学研究可以借助 AI 更快找到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治疗方案。复杂的气候模型或许能精确预测灾害，防范极端天气。经济和城市管理可以依赖 AI 优化资源分配，消除浪费。教育亦能因材施教，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当然， AI 的发展也伴随风险，但如果善加引导，人机协作将开创一个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时代。想象一下，未来的工厂里，枯燥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类可以专注于创意和设计。医院中， AI 助手帮助医生分析海量病例，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患者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升。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正在研发的原型。科技界普遍认为，2020年代中后期，我们将迎来人工智慧应用的大爆发，其带来的效率提升堪比当年的工业革命。这无疑也是新世界的重要特征之一。说到计算领域，我们还不得不提量子科技的新前景。2020年代初，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拥有数十个量子比特的试验性量子计算机，能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远胜传统超级计算机。随着量子纠缠控制和纠错技术的进步，量子计算有望在未来几年取得量子霸权，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应对的复杂难题。例如高难度的新材料模拟、密码破解、优化调度等，都将因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而取得突破。谁掌握了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谁就可能在下一代科技竞赛中夺得先机。通信技术方面，第6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 6G， 正紧锣密鼓的研发中。6G 网络预计将比 5G 快数十倍，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毫秒延迟。这将带来虚拟与现实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
例如超高清全息通话、沉浸式元宇宙应用、无处不在的自动驾驶协同，都有赖于 6G 的高速率和低延迟。一旦 6G 在2020年代末开始部署，整个社会的连接形态将再度跃升一个档次，人们的工作、娱乐和社交模式都会被重塑。在生物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和再生医学的进展同样振奋人心。自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问世以来，我们正逐步解开生命的密码。科学家已经能够修改致病基因，研发个性化的基因疗法。一些曾经无解的遗传病，如血友病、肌萎缩症等，如今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找到了治愈希望。再生医学方面，利用干细胞培育器官组织的技术日渐成熟，用人造器官来替换病变组织不再只是科幻桥段。这意味着人类寿命有望进一步延长，生命质量大大提高。试想，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老年痴呆可以被预防甚至逆转，那将是多么不同的社会。许多老龄化国家的困境将迎刃而解，人们在更长的寿命中依然保持健康活力。当然，新技术带来伦理挑战，但整体而言，生命科学的突破将让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进而改变社会结构。再把眼光投向遥远的天空，2020年代也是人类重返太空的时代。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已经在2025年前后尝试将太空人送回月球。这次的目标不仅是插旗留影，而是建立月面长期基地。火星探测方面，多国正在为载人登火星做技术准备。如果一切顺利，2030年代初，我们就有望见证人类踏上火星的壮举。虽然载人火星之旅未必正好发生在2026年，但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无疑是太空事业重要的蓄势期。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让载人太空旅行不再是超级大国的专利，私人公司已多次将乘客送入近地轨道并安全返回。随着太空技术成本降低，我们可以期待更频繁的太空任务。这意味着人类的活动范围首次真正迈出地球，进入新世界的另一重意义外太空。长远来看，太空资源的开发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例如开采小行星上的稀有金属，或在月球上开发大量的氦三燃料等等。虽然这些愿景尚需时日，但现在正是一切的起点。由此可见，2026年前后的几年，可能一方面是动荡不安、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另一方面又是希望萌芽、突破涌现的创新时代。我们仿佛处在一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界处，前方的走向未定，既充满危机，也蕴藏转机。这不禁让人想到历史上的某些关键年代，例如20世纪40年代，世界经历战火洗礼，却也催生了联合国体系和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再比如18世纪末，封建王朝在革命风暴中倒塌，随之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和民主思想的崛起。历史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面临的中共政权挑战、全球权力转移和科技革命浪潮交织在一起，很可能孕育出新一轮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么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未来？或许最好的态度就是保持警醒，但不失希望。一方面要看到问题的严峻性，毕竟任何一个环节的失控都可能给无数生命带来苦难。国际社会需要比以往更紧密的合作来度过这场风暴。另一方面，也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和韧性。每当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人类往往能激发出改变自身命运的创造力与勇气。也许正是在种种危机的倒逼下，我们将加速采取行动，无论是缓和冲突还是发展新技术，去化解那些威胁文明的难题。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列举的那些惊人预测。中共2026天命断裂也好，习近平2027消失也罢，这些未来场景最终是否会成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同样，三峡大坝会不会出现异变？广东是否真的带头自治？伊朗的革命之火何时真正点燃？欧洲会否彻底决裂？这一连串问号只能交给时间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种种征兆都在昭示着旧有的稳定格局正在松动，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时代渐行渐近。或许若干年后回首，
我们会发现2026年前后真的是历史课本上的分水岭，人类由此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希望那将是一条浴火重生之路，而非万劫不复之路。历史的大戏已然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这段不平凡的时代篇章。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申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
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
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一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他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到，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泰柬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
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急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地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视，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家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家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家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家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家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
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家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家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家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家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家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家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视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家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家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
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7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家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3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3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家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
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家这三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一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